大家好，又是我北北。今天我要来分享香兰碱水粽的食谱。看完这一集影片，你就能轻轻松松做出好吃的香兰碱水粽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，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。每逢星期一、星期四都会有视频更新哦，请多多关注。我们在裹粽子的前一天就可以把这个糯米洗一洗，洗干净，然后我们用清水浸泡它12小时，或者是浸泡隔夜啦。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，我们把糯米沥干水分，就可以把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来剪斑斓叶。这个斑斓叶我们尽量买比较大片的、比较大颗的。如果太小片的斑斓叶包起来呢，真的很考功夫哦。这个斑斓叶的长度，你们就把它剪成可以裹到一粒粽子的长度吧。因为我们也不能拿到太底下的部分，因为底下的部分那个根很硬。斑斓叶剪好过后，我们就把它洗一洗。我们可以拿一片干净的布，然后用清水把这个斑斓叶刷一刷，洗一洗。大家在刷斑斓叶的时候要小心哦，因为有一些斑斓叶会长刺的，小心会割到手哦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香兰碱水粽所需要的材料。糯米250克，油2茶匙，碱水2茶匙，绳子40条，斑斓叶80片。我们把碱水倒入已沥干水分的糯米里，然后把它搅拌均匀。这个碱水不能够放太多，放太多这个粽子煮出来会苦苦的。我们只要放到这样有一点浅浅的黄色就可以了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把油倒进去，同样的也是把它搅拌均匀。油搅拌均匀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糯米放一旁，让它静置30分钟。30分钟后，我们才来裹粽子。现在让我们的厨师肥肥来展示一下如何裹这个香兰碱水粽。我们把2张斑斓叶叠在一起，不过要有一点距离啦，不要把它叠到太密。我们要让这个斑斓叶大张一点，然后我们把它折成一个漏斗形，再放上9分满的糯米，不要放到太满，因为糯米在煮的时候它还会膨胀的。接着我们就把这个长出来的斑斓叶折回下来，形成一个粽子的形状。再把两边折下来，罩住这个粽子的形状，把它包完这个斑斓叶，然后把它绑起就可以了。大家看得清楚吗？让我摄影师肥肥也来挑战一下，这个有一点难度哦，我的手指还比这个斑斓叶粗哦。我们把2张斑斓叶叠在一起，然后形成一个漏斗形。接着我们就把这个糯米放进去，放至9分满，不要太满哦，太满的下膨胀了，这个斑斓叶会裂开的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斑斓叶盖回下来，把它转过来，它就是一个粽子的形状。手要抓稳哦，不要松开。再把2边折回下来，然后罩住这个粽子的形状，把这个斑斓叶折下去。我们把这个绳子转2圈，把这个粽子绑稳，不过也不要绑得太紧哦，让它有一点松松的。
因为粽子还要膨胀了吗？那个糯米要膨胀的，然后把它打死结，就完成咯。可爱不？小小粒的粽子，一口一粒。现在粽子包好了，我们把这个长出来的斑斓叶把它修剪一下，让它美美的。把斑斓叶修剪一下，还有那些长出来的绳子也把它剪一剪。我今天用的这些糯米可以裹到差不多40粒左右的这个碱水粽哦，好多哦。我们已经煮滚了半锅水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个香兰碱水粽放下去。记得水一定要盖过粽子哦，可是也不能太多，就刚刚好盖过，然后多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当水再次的煮滚，我们就可以把火转去中小火吧，让它慢慢的煮4个小时。不过也要看粽子的大小，如果粽子很大粒的话，就要煮4个小时。我这个像拇指一样大，应该不需要吧。2个半小时后，我们再看一下。大家记得在焖煮期间，一定要时不时都检查一下那个水哦。如果水太少了，我们就一定要加水。然后记得一定要加热水，不可以加冷水哦。我们又盖上盖子，让它继续的焖煮。2个半小时过去了，我们拿一粒来看一下那个米熟了没有。虽然是熟了，可是还有一粒一粒米的形状，还不够绵密。我们再让它煮多半个小时。又煮多半小时，哎呦，差一点干水咯！干水的话就完蛋咯，所以大家要记得一定要顾火哦，不然就白费功夫咯。吃碱水粽前，先来个温馨提示吧。在买斑斓叶时，尽量买大片一点的，不然太小片的话是很考功夫的哦。糯米不要装得太满，也不要绑得太紧，因为在焖煮期间，糯米是还会膨胀的。我们可以用中小火来焖煮粽子，还有就是煮粽子的水一定要盖过粽子哦。在煮粽子期间，记得要检查水量哦。如果水少了，一定要加水，不过只能加热水，不能加冷水哦。粽子的大小决定了焖煮的时间。在焖煮期间，你们可以拿一粒粽子来试试看。如果想要糯米越绵密，那么你们就要煮久一点咯。下课，吃香兰碱水粽喽！完成喽！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——香兰碱水粽。香兰碱水粽是一道充满传统风味的经典粽子。金黄色的糯米经过碱水浸泡后，口感 Q 弹软糯，带有独特的碱香与淡淡回甘。用香兰叶包裹着糯米，更让粽子散发出自然清新的香气，香味层次更加丰富迷人。香兰碱水粽外形晶莹透亮，口感柔软顺滑，既可以单吃，也常搭配椰糖浆、白糖或咖椰一起享用，甜而不腻，十分开胃。在马来西亚与东南亚地区，香兰碱水粽也是端午节期间甚受欢迎的传统美食之一。不仅承载着浓浓的节庆气氛，也充满了家的味道与童年回忆。今天的香兰碱水粽非常的成功，虽然包裹的时候非常考功夫，因为香兰叶太小片了，可是吃的时候非常的满足，因为太香了。粽子吃起来不只有碱水的味道，
还有斑斓叶的香气。煮的时间越久，糯米就会越绵密。你是喜欢有颗粒的口感，还是绵密的口感呢？我就喜欢沾着白糖一起吃，你呢？你喜欢什么吃法呢？今天的香兰减水粽成功，大家对我们今天的分享满意吗？满意的话，请帮忙点一个赞，还有多多把我们的视频分享出去哦。如果看了视频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喜欢我们的频道，可是又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，请帮忙订阅一下哦。分享食谱与美食，轻松在家做料理。希望我们的分享可以让大家轻轻松松做出美味料理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要帮我们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